这小子，天生混沌霸体，无惧任何法术。本人一生所学，却也没有什么能传授的，只能赶走了。请给老子滚下山去！再不滚，老子的道观都让你吃破产了。终于能下山了。听说青云宗是大宗，有水肯定走，总不能还让我饿肚子。师傅，平安啊！这是为师最后的私房钱，你拿着，下山去吧。凭这个介绍信，青云山一定会收留你的。去吧。哦，是。先得搞点钱填饱肚子再说。穆婉清，堂堂青云宗大师姐，你也不过如此。穆师叔，小心！好看是，就是威力不咋地。快走，赶快离开！啊，哈哈，那个你们打你们的，我挖我的，就当我不存在啊。这是什么样的物体？竟然散发着不一样的气息！完了，要被撕碎了！竟敢无视我，小子，你的命到头了！这东西好硬啊，手都麻了。那人他死了吗？一拳直接诛杀此等邪修！什么？你一个凡人竟然徒手杀了邪修？这可是100年的修为才能做得到的！啊，前辈请留步。穆婉清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，前辈大恩，我青云宗他日必有重谢。重谢啊！啊，要不这样，你要是真想报答我的话，就把他买了。这是千年品相的野山参，根须饱满，形如人体，山路上的纹路，天哪，这是我找了几年都没有找到的，请为前辈随手采了来。啊，不知前辈想要卖多少钱？老头子说了，这东西少说值2000，我也不算看他。难道要多了？便宜点也行。200万就200万啊！前辈，我们知道您是体谅我等小辈，才给出了一个这么低的离谱的价格。这种品相的野山参，拿到拍卖会上，价值绝对远超此数。只是我们青云宗不比那些财阀世家，200万还需得周转着才。啊，前辈，可否加一个联系方式？等我们下山之后，定会将这钱财凑齐，给您奉上。还望前辈能多为我们留一些时日。这才是真正避世清修的高人，早就不沾染凡尘的电子产品了。那不知前辈高姓大名，先居何处？等我们下山之后，定去登门拜访，晚辈一定将钱奉上。啊！告诉他地址，让他上大秃腿子身上。开什么玩笑？师傅那老德要是知道有200万，这还得了？啊，我姓沈，本就居无定所，四海为家。沈前辈，我们是青云宗的弟子，这是我掌门亲传的弟子令牌，您拿着它，随时可以前往我青云宗。晚辈一定会将这200万凑齐，亲自奉上。这不巧了吧？正好要去青云宗，不过先得下山见见师傅。别碰我！美女，火气别那么大嘛，跟哥几个喝一杯，交个朋友嘛。就是啊，一个人多没意思的。哎，光天化日之下追我女孩子，这不太好吧？哪来穷小子？英雄救美是吧？滚蛋！真扫兴，本小姐还想逗逗他们。呼！
臭娘们，敢动我大哥，少了，废了吧！不！哎呦！我去，这哪里需要英雄救美啊？这分明是过江龙嘛！嗨，那个谁，站住！英雄，走什么？你这会儿不应该问我要联系方式，然后约我吃饭看电影，最后顺理成章的发生点什么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是本小姐长得不好看吗？还是我身材不够辣？你不就是看我长得好看，才玩英雄救美的戏？怎么现在目的达到了，反而怂了？哦，我懂，欲擒故纵，先让我产生好奇，然后呢，主动变被动，让我反过来追你。高手啊！不是，你这女孩子家的，脑子里面都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你自己一个人能解决，那不就没有事儿了？我走是很正常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跟着我啊！不知道人以为咱俩有一腿，影响我清誉。有点意思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我误会你了，我给你道歉总行了吧？为了表达歉意，要不我陪你聊会儿天儿，就当是补偿，怎么样？哼，你陪我聊天，补偿我？我干嘛呢？没兴趣。1个小时1000块。多少？你陪我聊天，1个小时1000块。美女，你早说嘛！哎呀，你想聊点啥呢？人生哲学、天文地理、家长里短，我这人很随意的。不过先说好，聊天可以，干别的得下钱了啊！我这叫在商言商，提前明确好服务范围和收费标准，以免后续产生经济纠纷。这叫专业。行了行了，怕了你了，走，找个地方坐坐。一杯免费的柠檬水，谢谢。我叫江玉燕，滨城江家那个江。沈平安。哎，我听说这江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，你这大小姐怎么在街头跟混混打架？躲清静呗，我宁愿出来跟别人打架，也不愿待在家里。有钱人的世界，我果然不懂。还不是因为我爸妈非逼我嫁给萧家。你说，如果是你被逼着娶一个不喜欢的人，你会怎么办呀？你爸妈也是为你好，以你这清新脱俗的性格，想要顺利嫁人呢，也难。拿来吧！啊，又是我，有3种方法。第一种呢，直接退婚，让他死心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到他同意为止。这个方法，我个人认为呢是非常适合你。萧家又不是小混混，我打不过。打不过那就跑呗。天大地大，任你跑，只要他们找不到你，那这婚事不就完了？只要有我爸妈在，我就跑不了。你快说第3种。那你就直接找个人当挡箭牌，然后跟你家里人说非他不嫁，只要他们不同意，你就1哭2闹3上吊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沈平安，我看你好像很缺钱的样子，我这儿有个赚大钱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什么机会？多大？假装我的男朋友，跟我回家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江大小姐，您别开玩笑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再见。还有啊，你把账记一下，一共1小时10分钟，零头给你抹了1000块，扫码还是现金？多。你要是不跟我回家，我就不给你钱了。反正我们也没有签合同，我凭什么给你钱？城里的女人都这么无耻吗？行，你厉害，
这钱我不要了，行吧？你别走，你假装我男朋友，我给你这个数。有吗？再猜。我猜你个大头鬼！我猜1000块钱你都想来骗，先给钱，要不然你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行，给你，小气鬼。那都给你，现在可以谈了吧？你这钱放在哪儿？你看我这衣服也没有口袋，我不放这儿还能放哪儿呀？非礼勿视。江大小姐，前后两心，我先走了。我给你100万冒充我男朋友，只要让我爸妈死心，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万，怎么样？你刚才说给多少？事成之后再给你100万，当然是200万啦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原则上呢是答应了，不过口说无凭，X 句。第一，我们只是雇佣关系，协议期间仅限于假扮男女朋友。你不能朝我身走。想什么呢？本小姐能占你便宜？第二，定金100万，你现在就得给我。尾款100万，等我安全脱身以后，24小时之内结清，脱险1天，利息10万。定金我马上转你，不过协议期间，作为我的男朋友，必须24小时待命，无条件配合，不得穿帮。没问题。到账100万元。走吧，男朋友，去见家长。公共场合，为了不穿帮，允许必要的肢体接触。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200万的活儿，我肯定认真对待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穷没背景，孤儿一个，他们肯定会反对的，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羞辱你，让你知难而退。放心吧。如果他们要是给你钱，你可千万不能要。那得看给多少。没事，他们只要反对，我就表演1哭2闹3上吊，这招我熟。大家好。爸妈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男朋友沈平安。哦，平安是吧？坐。坐。小伙子呀，在哪里高就？我从山里来，目前没工作。他正在找工作呢，而且他能力很强的，很快就会。山里来的啊，那挺好。哎，看着就淳朴老实啊。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！我哪知道他俩犯什么病了？年轻人啊，出身不重要，有手有脚，肯上进，知道孝敬老人就行啊。那可能有点难。我是一个孤儿，没爹妈就是。孤儿。哎，那从小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爸妈今天吃错药了，爷爷这种老古董最讲究门当户对，绝不可能接受沈平安。爸，爷爷，这是我给你带回来的孙女婿沈平安。根骨清奇，气血充盈如烘炉，目有神光，
而内敛。不错，比那些油头粉面的废物强多了。你们是商量好的吗？平安啊，以后啊，你就拿这里当自己家。我们家燕燕从小被我们惯坏了，性子野得很。以后啊，你可要多担待着点啊。这以后呀，咱们是一家人喽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你们俩现在就去把证领来吧。什么？说好的狂风暴雨呢？说好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个就成一样了。我就是个拿去本事的历史工人。这家伙怎么成了全家认证的准女婿了？哎呦，你们看看呀，老爷子都点头了啊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。我看3天后就是黄道吉日，一嫁娶。平安啊，你没有长辈，这婚事啊就由我们江家全给你主事儿了啊。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说要结婚了？你这孩子不识好歹，平安这么好的小伙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你再不抓点紧啊，小心被人抢去，有你哭着。看平安啊，多实在稳重，比你那些不碎破的强多了。这门婚事我拍板了。我萧家想要的人，谁敢拍板？你们是？你呀，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。我代表萧家，请江一燕江小姐过门。萧家，萧管家，于燕和萧少并未完婚，我们也并未答应这门婚事，何来过门之说呀？哼，我萧家看中的人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虽未过门，但江小姐是我萧家少爷必得之人。我们少爷啊，想请江小姐结婚前先去伺候2天，衣服我们少爷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，我绝对不会嫁给萧仁美的，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。江小姐可是想好了，拒绝我们少爷的人，结果可都不怎么好。难道说江家想变成下一个韩家？知道怕就好，带走。别动！哎，你可以走，但人都不行。小子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没听见老子说话吗？赶紧给老子滚！你说你装逼就装逼，你骂什么人啊？我这个人啊，生平最讨厌人嘴臭，该长嘴啊。你手敢打我们萧家的人，聒噪！你手！搞定！今天多亏有你在，要不然我就……逼婚的既然已经干不好了，我就先接着他朋友。萧家权势滔天，萧然美更是嚣张跋扈。他玩过的女人不计其数，但凡拒绝他的女人，没有一个得以善终啊！什么？韩家听说过吧？3年前，萧然美求娶韩家大小姐被拒，一夜之间，韩家就从百通消失了。那今天我们中了他们的人，这日后怕是……看来我们江家也不得安宁啊！江小姐，你方目前行为已经严重超出假冒男友的范畴，属于根本性违约。我正式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合同立刻作废，请你立马支付尾款100万。还有啊，根据合同第7条，你还需要支付20%违约金，共计120万。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脑子里还在想你的钱？不然呢？你我萍水相逢，就像玩闪婚啊！
我告诉你啊，这趟浑水谁爱趟谁去，反正我不趟。还有啊，这是你违约，钱一分都不少。站住！沈平啊，就当是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不行吗？江大小姐呀，您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扛住萧家怒火的老公，而不是我这个拿钱办事的假男友。OK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愿意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抢我的马？他伸舌头了，伸舌头了！我该怎么办？在现场挺急的。现在可以了吗？这老头也没教过我，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，那就继续吧。江玉，你干什么呢？赶紧把运火车起来！这都不行，你到底要？我再加500万如何？啥？你跟我去民政局领证，等我拒绝了萧家，我们随时可以离婚。事成之后，一共700万，就当是你陪我演戏的酬劳。沈平安，就当是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沈平安啊，沈平安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看到女人掉眼泪就心软的臭毛病啊？江雨燕，你真是我的结束啊！你答应了？转账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还有啊，离婚协议现在就签好字。没问题。我走了。来，2位新人再靠近一点，来，我们拍张照。你笑我啊，笨骚呢？同床异梦，梦和神离。啊！你干嘛去啊？洗澡啊，不然。造孽！这家伙怎么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本小姐的身材难道不好吗？哼，我就不信你真的无动于衷。哎呀！我操！哎呀！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沈平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没有啊，不过你倒是有病。我有什么病啊？你肾虚啊。沈平安！操！臭婊子！一个不学的东西，你跟人家狗撒了！吵什么啊？这个江玉燕就是在打我们萧家的脸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谁说那算了？一个毫无背景的沈平安，还不值得我们萧家动手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？荒郊野外发生点意外，不是很正常？只要沈平安死了，自然就没有人替江一燕出头了。到时候，我看他江家还敢说半个不字。我一定把江一燕勒手，让江家成为我们的头。记住，这是意外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端倪。
你放心，这个意外我很擅长。下山后的生活太费神了，溜了，去青云宗要回我的200个 W。江玉，说好了，拒绝完萧家咱俩就离婚，你现在这是几个意思？沈平安，你真觉得我跟你结了婚，萧家就会善罢甘休吗？我嫁给你，就等于在上流圈子狠狠打了萧仁美的耳光，那人渣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吗？你哭个仙人板板，我是萧仁美养的狗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沈平安，你快走，我不拖累你了。这一天跟你相处，我很开心。小爷是那种。小人美，没完了这是！妈的，老老实实从了萧总就完了，害得哥几个连牌都打不了。住手！你们要是现在滚的话，我还可以留你们的全尸。你就是沈平安吧？你们真的很烦呐！放开我！哦。你们一起上吧。老头子给的阴阳玉佩，没想到另一半是给了你。有此玉佩在，能保你一命。喂，能帮我送人吗？沈先生，江小姐已经安全送回家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师傅交代我去一趟青云宗，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帮我盯紧萧家。是。先生，哇，舒服。教授，喝酒。喂，都稳妥了？萧少，对不起，去找沈平安的人失联了。你说什么？妈的！这件事情都办不好，我要把你们杀了喂狗！江云燕、沈平安都不配合我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好好陪你们玩玩。总算摆脱那个麻烦女人了，找那个穆婉清要回我的200万，再加上江家的700万，小爷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买个小院，吃香的喝辣的。你谁呀你？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买票了没？我买票。青云山景区，门票80。我操！我可1毛钱都没兑现。看什么看呀？要不然买票，要不然办卡，要不然滚蛋！大姐，你觉得我这张帅脸能刷脸吗？是挺帅，
是吧？我也觉得我能刷脸。哎，想的挺美的，那刷脸，那老娘我还刷身材呢，买不起票呀，就滚蛋！要不是怕麻烦，真想把你打晕冲进去。啊，对，这后山有条路呀，不用买票，要不你试试？是个好主意。啊？这小蛇怎么脑子进水了？这山那边怎么走啊？啊？我是不是没睡好啊？眼花了，那个人竟然飞上去了！啊，不行，我得再睡会儿。来者何人？此乃青云宗，携人免入。龙虎门？没听说过，什么小门小派之人也敢来我们青云宗？赶紧滚蛋！你说什么？龙虎门？有谁呢？啊，给我打一招降龙十八掌，开开眼。电光独龙钻也不错呀！哎呦我，哥们儿，来我们青云宗穿那个夜店牛郎似的，不嫌丢人？我师门小，两位没听过很正常。帮我通传一声，找位年长些的前辈出来，或许认识。我呸！还见前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们青云宗的前辈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赶紧滚啊！什么东西？报告。放开我！松开！小爷我本来就心情不好，你们还敢惹我？孙长老，救命啊！此贼人硬闯山门，孙长老替我们撑腰啊！怎么，你也想了解？此人实力深不可测，还是先稳住的好。敢问阁下是？龙虎门沈平安，特来拜会。龙虎门一直被我们压在脚下的小门小派，沈化元这老东西还想要回他的钱，做梦！你们两个蠢货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！这位是龙虎门的贵客，你们竟敢如此待人，自己滚去戒律堂，另20鞭。是。沈小友，还请随我入内。这很长。无知狂徒，一会儿我就让你好看。来人！给我拿下！老东西，青云宗就是这么接待客人。客人？哼，一个不知名小宗门出来的东西，也敢在我青云宗闹事！我奉师傅之名，特来前来拜会。还有啊，你们师说穆婉清还欠着我的恩情没还呢。黄口小儿念你无知，你要是跪下道歉，我便让你下山既往不咎；但你若不从，就休怪我青云宗的戒律对你无情。既往不咎？你们青云宗还真是很大的脸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你们青云宗教不好徒弟，那我就替你们掌门好好教教你们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小爷我今天就替你好好开开眼。他开的是这个眼，你到3天罡以下提升，沈化元那老东西就这么教你的，转开这菊花。
这种地方，再来一个。什么？我辛辛苦苦采的草药，全部给你们青云宗了？青云宗欠龙虎门2个多亿，这老东西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住手！快！哎，金世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还请前辈手下留情。此人竟真认识穆婉清？我金世子，此人狂妄至极，殴打我宗门弟子，快与我联手将他赶出！我宗门，孙长老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骗前人抓来一次，本来就是你们有错在先，还不赶紧向前辈鞠躬道歉？算你是个明白人。我金世子，此人重伤我青云宗2名弟子，不管他与你是否相识，此事皆是他的不妥。我等将他赶走，以示正道，你怎能？哦，就凭你，也会是沈前辈的对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必是对其百般羞辱，才使其一怒之下打伤你的。他怎么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今日代表青云宗得罪了是什么样的人？我金世子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玄门九北，你怎能生着一个外人？你们今日不道歉，来日你们便是使青云宗覆灭的罪魁祸首。他出事了！我去啊！亏我当日还救你，你们青云宗就是这般对待我的。今天我还有别的事儿，下次过来我会新仇旧恨，一笔一笔的分清楚。前辈，为什么想起那蠢女人被人抓了，我会这么不舒服？江玉叶，这简直就是老子的克星！沈先生，江家其他人联系过了吧？都联系不上，所有人的电话都没有人接，再打就要关机了。你的人跟到哪儿了？带过去，动老子的700万，他找死！我让你叫，你就得叫！沈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子要杀人！等一下，我们的人刚刚传来消息，里面至少有5名化境巅峰，还有人质。我们的支援10分钟以后会到。你和你的人就当什么都没有看到过。什么？别多管闲事，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。我可以帮你救人。谁说我去救人的？老子去杀人！你能打过化境初期不假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化境巅峰的概念是什么，怎么随意就可以？蝼蚁跟大等的蝼有区别吗？我先进去，你们赶紧过来。不长眼啊！不知道我在办正事吗？沈平安，来得好啊，来得正好。不要过来，沈平安，你快走，快走啊！他往哪儿走？今天你们这2个狗男女哪儿都去不了。怎么着啊？英雄救美来了？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不是挺能打的吗？在我们萧家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看着你身边这些人了吗？5个化境巅峰，你拿什么跟老子斗啊？老子今天就当着你的面，好好的玩玩你的女人，老子让你亲眼看看她是怎么像一只狗一样跪着向我求饶的。什么？上啊！你们干什么呢？
些群废物！快走，快走！沈平安，希望你能坚持到我们的人赶到。都开车进来吧。目标一招击毙5名化境巅峰，怀疑目标的实力为宗师，或许我们需要善后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即便抱着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一招击溃5个化境巅峰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可是萧家的人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是杀了我，萧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你杀你，我当然敢杀你，不过不是现在，你的命暂时还有的用。老九，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沈先生，把他交给我们吧。这种情况必须由947局带回社区。开门。他是我的。沈先生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这是我们947局的原则。我说，别动手行事。小青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实验组已经封锁现场，不要激动目标，江小姐的安全第一。目标已经被沈先生解决了。什么？5名化境巅峰被他一招击毙，小人们现在在他手上，我拦不住。请指示。从现在开始，满足他的一切合理要求，我会立刻上报至最高层。是。沈先生要去哪里啊？我可以送你。这简直是仙法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沈平安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爸妈，还有我爷爷。刁人美派人去我家，他用全家人的生命威胁我。他说如果我不跟他走的话，他就……我知道。你放心吧。喂，人美，事儿办得如何了？江玉燕跟那个姓沈的杂碎都处理干净了？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。你是谁？你口中那个姓沈的杂碎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立刻放了我儿子！否则我保证和你有关的所有人都不得好死。哦，我现在去江家，江家人要是敢少1根头发，我保证把你儿子1寸1寸的剁碎了喂肉。这个疯子，他这么威胁萧家，怕是整个北方都要翻天了。开车去江家。好。本以为他只是一个爱财、怕麻烦、脑回路清奇的怪人，没想到竟然是他救了我。总部最新消息，5分钟以前，江家庄园外出现了大量的武道高手。初步探查，至少有30名化境，还有宗师3名，
什么？沈先生，上级让我们立刻停止前进，等待支援。继续看。沈先生，您没听清吗？3名宗师，30名化精，那不是纸糊的人。我们要是现在过去，那就等于送死。就算您再强，那也不可能。开车。我明白了。沈平安，你到底有多大的底气？滚！要么死。你就是那个姓沈的废物倒插门，好一个狂妄无知的小子！既然你要死，老夫我便成全你。就这点本事。你的刀法一般吗？练刀之人，刀亡，仁义当亡。我赶时间，你们一起上吧。你，给我上！接下来该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回家了。妈，我的女儿。平安，我们爸，爷爷，你们受惊了，先去休息吧。走。沈先生，我错了，萧家错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犬子，我萧家愿付出任何代价。现在知道错了，迟了。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手段？好浓郁的血腥味！不是说有3名宗师聚集于此，怎么会？是沈前辈做的，这是何等实力！青云宗有大麻烦。沈前辈，这道姑长得可不错，她不会对小沈有意思吧？沈前辈，我青云宗外面风大，进去说吧。对，沈先生，快请进吧。燕呀，快扶沈先生进去休息。前辈，我此来一是感激您上次给我的千年人参，二来我青云宗之人此番多有得罪，这是500万，我代青云宗替您赔罪了，望前辈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武道界的泰山北斗青云宗的人，竟然会对沈先生如此。这位道长，得罪我们家平安的是你的宗门，而非你。既如此，你又何必代替他们来认错呢？
在我看来，你代替不了他们。没错，钱前辈，晚辈这里有2000了。啊不，只要您能消气青云宗欠龙虎山的钱，我去想办法，我一定会尽数奉还的。我不要。怎么会？事儿，青云宗既然做了，那就做了，只要他们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。面对千年古杀，不给半分脸面，沈平安，你还真是让人看不透。道长，我知道青云宗是武道界的泰山北斗，宗内强者如云。但是我建议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青云宗封山锁宗。你说什么？沈先生接下来要采取任何措施，我都不会觉得意外。青云宗要做好承受的心理准备。我若是你，便会离这个宗门远一点。因为在我看来，你们青云宗有些下作。或许哪怕是你，对沈先生的实力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。什么？你应该清楚，对于宗师以上的强者有着极其严格的实力划分，可以一人左右一场局部战争走向之人为武君，武君之巅为武王，再往上可为一国屏障者为武尊，再往上，那便是堪称战略级存在的圣。沈先生的代号是神兽之首青龙，这般存在，称一身国之重器，亦不过分。不可能，他才20岁出头，哪怕他实力再强，也不至于。对于这般存在，年龄是最没有意义的东西。我们真的不知此子会强大至此啊！现在倒是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即刻前往滨城负荆请罪，你自己凑上1000万赔礼道歉，同时以青云宗的名义向江家和沈平安发布正式的道歉函，昭告无礼。晚清圣旨，非要做到如此吗？你们以为我想这样吗？那沈平安绝非善罢甘休之人，此事我们必须把姿态做足，礼数给够。他若是收了钱接受道歉，那此事便就此结果；若是不收，继续揪着不放，那便是他沈平安得理不饶人，心胸狭隘。哎呀，晚清圣旨英明啊！照我说的去做，记住，切不可有半点漏洞。届时他若真还要闹，理亏的便是他。是。哎呦，这小逼崽子，才下山几天，就憋不住开始掀戳嗦了。龙游沧海，精灵壮，虎啸清明，振宇呀！什么时候开饭啊？我饿了。饿了？这个刚刚一巴掌拍死3个宗师的男人，进门后第一句话竟然是他饿了。奇才，奇才呀！饭有饭，我马上让家里厨师准备。哎不，我让他们把国宴团队请来，今天我们吃接风宴，给平安接风。喂饱我这宝贝女婿啊，就是现在头等大事儿。
根据第7条第3款，咱俩只是纯洁的雇佣关系，禁止非必要情况下肢体接触。什么合同？作废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我江玉燕就是你的老婆，这辈子赖定你了。想松手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公，我疼。谁救救我啊！我要炸了！能吃是福，我这神仙女婿啊，真是太有福气了。好久没吃这么饱了，谢谢妈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都吃饱了吧？你们先回屋去，我有话给平儿说。这个是江家给燕燕补上的嫁妆，也是给你的花钱。燕燕，我不能要这个钱，我不是那种人。这老爷子肯定是想用钱收买我给他们卖命，想都别想。我知道，滨城太小，容不下你这条龙。跟燕燕啊，想留下就留下，不想留下的话，以后不管去哪里，干什么事儿，江家全力支持你。那我也不能拿你的钱。也是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咱们看得上这区区的10个亿。说，不多，就10个亿。您看人真准。为了几百万，我假扮男友，假结婚，被折腾半天，现在直接给我10个亿，100个700。那个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把这10亿存在银行里，每天利息多少啊？10个亿，什么都不干，放在银行吃利息，1年3000，一天8万。也就是说，道爷我一天什么都不用干，眼睛一闭一睁，1辆小车就到账了。好。他这是要去参加高3的3好学生评选，这也不是他的风格。抱歉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好像很冷。你体内的毒还没解？毒？你是说萧人美下的？我没什么感觉，我还以为之前就好了。那是假象，这东西短期内不影响，只会感觉有点冷，但是时间一长的话，它会不断的侵蚀你的寿元和生机，严重的话会导致你不孕不育。那怎么办呀？你趴到床上去。啊？我说你爬到床上去。这个木头，难道今天有想法了？想占我的便宜就直说，拐弯抹角的干嘛？看你今天表现不错，本小姐心情好，准了。大傻春儿，你干什么你？啊？我的真气必须直接接触你后背的皮肤，才能将附着在你体内经脉上的阴毒彻底净化，以绝什么屁股。没脸见人了！你还治吗？治，当然治。好舒服呀！好舒服呀！我就知道我女婿肯定行。怪了，他的经脉韧性超常人，气血充盈如泵，骨骼密度也与众不同啊。混沌霸体，前8重至阳至刚，欲破第9重，
需阴阳共济，寻以凤吟之体为道也，方可阴阳调和，破而后立，共争大道。你小子的机缘在红尘里。沈平，给北女王跪下。看北女王的脚丫子好看吧？这货，难道就是我的机缘？这个混蛋，大色狼，他果然要图谋不轨。不过，怎么还有点小期待呢？老爷，947局的顾小姐来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沈先生，江老爷子打扰了。沈先生，我这次来呢，是正式代表947局邀请您担任我们的特别顾问。这是官方的正式招揽，看来平安的实力是连国家都认可的。有工资吗？有工资吗？有的。作为特别顾问，您每个月的基础薪资呢是10万，五险一金顶格缴纳。这个是您的薪资卡。另外，每次当您接受我们的请求，完成特殊任务的时候，都会根据任务不同的难度，给您额外发放奖金，上不封顶。陈家，以后呢，要是有什么天塌下来，你们解决不了的大麻烦，就可以来找我。我呢，会酌情考虑出手的。沈先生，实不相瞒，当下呢就有一件麻烦，不过不是我们的，是您的。我的麻烦？我们刚刚收到情报，您之前使用的雷霆手段在网上已经传开了。帝都萧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，帝都4大公子之一萧清逸已经放话，他要亲自北上与您一战。那个，他和萧仁美关系很好吗？是替那货过来报仇的？虽然同属萧家，但是以萧仁美的地位，还没有资格见到他。可以说，理论上他们毫无关系。那他有病啊！他脑子进水了，干嘛非要来找我的麻烦？这个萧清逸，他是个武痴，虽然今年才27岁，已是5军巅峰，947局内部代号穷奇。老爷先生，青云宗有位长老在外求见，说是特意来向沈先生负荆请罪的。我去看看。沈先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这次就把我当个屁，补一声给放了吧。沈先生老夫这次特意写1000万赔款钱来给您赔礼道歉的，沈先生求你原谅我吧！沈先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吧，求你原谅我吧！怎么，发现自己不占理，现在开始道德绑架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里、这儿，还有那，这么多狗仔藏着，不就是为了拍下点什么，好道德绑架我吗？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是怎么会？既然你这么想出片，那我就帮你出个好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。不是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？找了这么多狗仔偷拍我，
不就是想要道德绑架吗？很可惜呀，我这个人呢，没有道德。我你妈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彻底得罪了青元宗，这可不是你小小的龙虎山能提罪得起的。我告诉你，回去告诉你们青云宗，梁子已经结下，准备好承受后果。好，道长。沈先生，您这么对青云宗的人，恐怕做都做，我爽就行。燕燕体内的阴毒还没有清理干净，留下了病根，我带她去治疗。啊，现在？哎，快去快去，努力点好，努力点好。妈，沈凌恩，你到底有多大的底气？他难道是要用治疗当借口对我图谋不轨吗？我要不要假装反抗一下呢？做做样子，万一这木头以为我真的反抗，不继续了，可我要太主动的话，这家伙万一觉得我生性浪荡怎么办呀？算了，反正我早就是他的老婆了，他想怎么样就随他吧。放下，上床。然后呢？就治病啊，跟昨天一样。当然是，我总不能说，当然是那个吧。来吧，尽情的来吧。终于懂老东西说的女人危险。这剧本不对呀，我现在有10个亿，不是应该躺在庄园里吃香喝辣？怎么强行给我塞进来一个女主角？沈先生，关于青云宗的事情影响非常恶劣，道门总会那边现在压力非常大，您看这件事情应该如何收尾？收尾？我代号青龙，被青云宗如此针对算计，我只不过是曝光了他们的真实面目，你跟我要收尾？沈先生，青云宗那边恐怕不会这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，万一他要是伤害到您身边的人，那这世上就没青云宗。他竟敢这么说，他到底哪来的自信？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儿，别来烦我。有。沈先生，帝都萧家萧清逸到了。萧清逸，就是那个脑子不正常的舞痴啊！我们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，他现在在槟城，他说他想要请您喝茶。告诉他没空没时间，我很忙。沈先生，那可是穷奇，他是帝都萧家最耀眼的天才啊！所以呢，天才很了不起吗？差点忘了。我面前这位才是最顶级的天才。沈先生、小姐，萧家二公子萧清逸在外求见。直接堵门口了？这儿多少人？就一个，不过什么？他是开挖掘机过来的。什么呀？他还说，你要是不见他的话，他就不走了，在你旁边挖个坑盖个房，跟您当邻居，还说以后天天来找您求战。人才呀！为了以后少点麻烦，看来这一家非打不可了。我马上就能看到这世上最耀眼的2位天才之间的战斗了吗？
你呀，是不是有病啊？终于让我等到你了，沈平安。你闲来没事找死干什么？我找死？我看是你活腻了。我这个人很少动手的，下手没个轻重，万一把你打伤了、打残了，你们帝都萧家又来找我麻烦。我这个人很怕麻烦的。把我打伤、打残，你就没想过自己会输吗？哼，哼！啊，你见过大象跟蚂蚁打架打输了吗？就是控制力大，不把蚂蚁踩死，有点难了。好胆！今日我萧青义就在此立誓，此战只论你我，无关家族，不论生死，帝都萧家绝不吹酒。怎么样，可以了吧？什么无耻！这简直就是个犟主，没法沟通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你准备好说一声吧。只要你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。他的气息比起之前好像又变强了。那我可以动手了。当然，就怕你他妈打我耳光，我们两个单挑，你他妈打我耳光？谁规定打架不能扇耳光的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两个可是最顶尖的强者，是宗师之上的存在啊！我们打架应该先这样然后再这样，最后再放一个牛逼哄哄的大招一下干死对面嘛！再打耳光这算什么招式啊？这也可以这样，不过你说什么？这样10招之内，你要是能碰到我一脚，算我输，如何？好你一个青龙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他疯了吗？穷奇可是5军进巅峰，10招碰不到他衣服，便是5王巅峰也不可能做得到。难道他？有招了？这一招，我看你怎么躲！10招了，快等！我承认，你的身法在我之上，但战斗可不是靠一味躲闪。我不相信你的攻击和防御一样，都在我之上。请中招，铁布衫！贴你奶奶个！哎，你打架就打架，总喜欢喊口号是什么意思？竟然一拳打破了萧家的铁布衫，沈平安，你究竟是何等的实力？我的铁布衫居然破了！天赋不错，就是练了一身没什么用的花拳绣腿，回去多研究研究实战。这古话说得好啊，看片3000，不如实战100。你那些喊口号的玩意已经过时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你几个意思？师兄，我想拜你为师。站住！我不收徒。不收徒，那我拜你为义父吧。你有病吧？你年纪比我还大，你叫我为义父，这合适吗？你要是觉得义父不合适，我也可以改姓啊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就这么水灵灵的叫出来了，不觉得羞耻吗？这有啥呀？只要你能教我功夫，你想当妈也行啊。妈，打住！
这样，你呢，找个地方在滨城住下来，我教你几招道爷的功夫，回头有空呢，去指导你一下，如何？那就多谢干爹了。那我现在去给干爹准备些礼物。城里的人都这么不要脸吗？弄得我都想回山里了。报告，青龙，恐已接近战略期。爹，这些都是孩儿为你精心准备的礼物。京城大别野，限量款的豪车，还有全球顶级珠宝店至尊 VIP。萧家少爷，这是在讨好平安。那就只能拿出这个了。全球顶级和牛自助餐永久免费卡。爹，您就教教孩儿吧。爹，您就教教孩儿吧。爹，对呀，娘，你也跟着劝劝爹呀。真是怕了你了。行，一会儿啊，我教你一招办事的，多的不敢说，少的起码能突破武王巅峰，不成问题。谢谢爹，孩儿最爱爹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京城萧家到底是怎么教出这么个玩意儿？这女人啊，乱我道心啊！喂，木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哎，别动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每次都弄得我又麻又痒的。你是不是想做什么坏事啊？这都是好了，休息吧。老公，我刚刚又做噩梦了，我害怕，你抱抱我呗。又来！前天是打雷害怕，昨天是看恐怖片不敢一个人睡，明天是不是该梦游了？老公，你那天说的什么双休？要不我们试试？我倒是也想啊，可老头子只告诉我要跟凤吟之体手修，也没告诉我怎么修啊。过程呢？步骤呢？注意安全事项呢？他娘是一个字都不写。是什么事啊？还不是10号，睡觉。头。沈先生，外面有个老道长，点名要见您。没空，不下。可是，他还骂您，骂我。我们平安如今是威震整个华夏武道界啊！这青龙之名是何人不知呀？再者说了，这也是我江家的地盘呀，什么人竟敢堵门骂他呀？啊！哎，他骂我什么了？沈先生，这话着实不太好听啊。没事儿，你说就行了，我也不怪你。那我说了啊，他说让那个小逼崽出来见我。什么玩意儿？好徒儿呀，为师可算找到你了。自从你上次走了之后，为师天天吃不下，夜夜睡不着啊。山上就留下我一个孤寡老人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只能分咸菜喝凉水呀。你牙上有肉丝，喜欢饮是吧？
行啊，我陪你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徒儿不孝啊，让你受苦了。这就是传说中青龙的师傅，画风不对呀，这人不可貌相，休得无礼啊！是，老朽见过县长。县长晚安。不必多礼，贫道沈化元，是这逼崽子小东西的师傅。师傅好。好，你懂什么？这孩子一看就好生呀。你俩啥时候生孩子？怎么又来一个催生的？是吧？您说，你今天到底来干嘛的？我听说你手上有10个亿，小心为师。老不死的，你觊觎我的什么觊觎？我要钱有用。你要钱有用，多新鲜呀！谁要钱没用？那不一样。你别废话，你就说你给不给吧。我给，给你妹妹给，不给。我跟你说，别说10个亿了，1分钱你都别想拿。你确定？确定，肯定以及一定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把天说出个花来，也别想从小爷这儿拿到1分钱。好突袭呀！我跟你说，平安小时候可淘了，小孩子嘛，淘气点都很正常。那能一样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5岁的时候都还尿炕，7岁的时候啊，光屁股下河洗澡，结果被河里的王八咬了。你猜？咬到哪了？我跟你说，咬10万块拿到了，赶紧给我打。10万块，你大发叫花子呢？谁家叫花子能花10万块钱？还有平安12岁的时候，偷看隔壁道观的道姑洗澡，结果从房顶上跳下来了，直接掉到人家浴桶里，让人修了20年清心寡欲的道姑道心都碎了。你真是污蔑造谣！您小时候什么样？还不是我说啥就是啥，就说要不要脸吧。不要钱，不要。我最近还看了一个故事，老带劲儿了，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勇闯尼姑庵，让尼姑庵发扬光大的剧情。你喜欢吗？山化缘。还有一个寺庙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未成年的娃娃意外进入了一个寺庙，老惨了。老逼蛋，老不死的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，我放心，为师会亏待你的。双修的过程、步骤、安全事项都在里面了。今晚过后，天下无胜，再添一人，如何？你确定？当然，这里绝对把双修之道说得明明白白，把所有注意事项、方式方法、危险可能绝对齐全。你想想，10个亿重要，还是成为武圣重要？成为武圣，有多少10个亿没有？再者，还能留一个完美的形象，还不好吗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
我刚刚说平安那些话，我就是开玩笑的啦，你们千万别当真。那个，我就先走了。好突袭 ，See you 那啦。饿不死的，有点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他说这是我突破武圣的关键。猪繁殖性能提升技术，你确定这个是你突破武圣的关键？神化渊。平安，会不会是这个才是关键啊？网址？难道秘密就在这个网页上？呀，走，咱们快进去看看。走啊！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啊！这是什么？我好像明白那个老东西的意思了。什么？啊，所谓双修，其实就是啥？配种和产后护理，这叫概念和安全须知。至于这个网站，这叫教学。老屁墩儿，看我10个！那你想试试吗？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强迫你的，不管对我有天大的好处，我也不会。木头，谁告诉你我不愿意？死木头，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理由拒绝？老公，我刚整理了一下，这个网页上呢，一共有9个分类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把每个分类玩1次，1天9次，应该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每天9次。那必须的呀，我们要抓紧时间。今天还有4次。双修这么累吗？我们的下一个项目是……你不要过来啊！平安啊，昨天晚上我看你叫的挺大声的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妈，他哪有什么不舒服啊？他可舒服了，而且还有所突破的。虽然不愿意承认，可这么高的频率，的确短短1周就让我突破到了武圣。可我怎么感觉成了武圣，我还变虚了？造孽呀！沈先生，沈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怎么了？沈先生，青云宗那几位闭关了几十年的老怪物出山了。他们出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次的舆论对青云宗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他们刚刚昭告天下，说指名道姓的要你……算了，您自己看吧。令龙虎门弟子沈平安3日之内滚上青云宗，于山门前跪地请罪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明明是青云宗算计平安不成，现在竟然还让平安跪地请罪，凭什么？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沈先生，那几位在闭关前就已是货真价实的武王巅峰，他们比萧清逸强了不止1个档次。如今他们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了。这次看来他们要彻底跟您撕破脸了。这样，
你帮我也给他们回复一封公开信。什么公开信？你帮我告诉青云宗，就给他们说，让他们3日之内遣散宗内弟子，关门大吉，否则3日之后他们不封山闭门，我就帮他们封山闭门。不可，沈先生，青云宗势力强横，更是道门的泰山北斗。且不说别的，如果您真的这么做了，青云宗手里的财富拿来买黑稿，骂也能骂死你的。青云宗很有钱吗？沈先生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……这非常重要。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，那你就帮我换个方式。你帮我昭告天下，就说我要跟他们青云宗打个赌。打赌？赌什么？他们不是很有钱吗？那就赌1个亿，就说只要他们青云宗之内任凭有一个人能打败我下半辈子任凭驱使。但是如果他们任何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的话，他们就要给我1个亿。老东西拿走的钱，这回能赚回来一点了。打赌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过1个亿，沈先生，你也太看不起青云宗了。青云宗内有一片药田，药物众多，其中光千年人参就不计其数了。千年人参，那玩意儿不就200块钱一株吗？200？沈先生，您在开什么玩笑啊？成色好的千年野人参，200万都是买不到的，至少得500万。如果有人急用的话，1000万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什么？神化元好你个老逼子，又怎么坑我？我问你啊，如果治好一个欧洲小国的公主，给她续命20年，需要多少钱？这个得看情况了，不过至少不会低于3000万美金。老东西，那如果杀死一个小部落的头目呢？根据目前黑市雇佣杀手的价格来看，大约在3亿美金左右吧。神化元，老东西，道爷我这么多年感情是帮你赚了上百亿都不止了，你跟我说就值几万块钱是吧？这样，你去帮我告诉青云宗，就说我要跟他们说话。沈平安，你数次辱我青云宗，今日我便要你付出代价。爹，让我来。爹，这种货色交给我就行了。正好我最近大有长进，让您也看看您的教学成果。行啊，那你上吧。老邓，想跟我爹打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小子，你不过是武王巅峰，又岂是我的对手？你可知我已是5尊之境？是5尊？他竟然真的突破到了5尊境！金龙虽是5尊巅峰，可以1敌3，今日一战怕是难了。你到底还打不打？我从我爹那儿可是学了不少招式，赶紧让我试试。小子，你我有着境界之差，又岂能是我的对手？是不是对手，也要打了才知道。小子，你还嫩！爹教育的有3，其1攻其弱点，其2攻其不备，其3趁他病要他命。这萧青逸不过才跟沈先生在一起数日，就被污染致死了吗？老公对这个果然很有执念。
什么武尊不武尊，有什么用？我爹说了，打架靠的是拳头打在人身上，境界再牛逼，不能把人打疼，那有什么用？你境界比我高，打得过我吗？你敢偷袭老子这？偷袭！此子来我青云宗闹事，我们青云宗所有的弟子皆可出手阻拦，何来偷袭一说呀？沈平安，你今天带人来，已经罪无可恕。你今天要是跪地求饶，我可饶你不死，否则……沈平安，你虽有一些实力，但与我青云宗为敌，终究还是差得远。沈先生，这姓萧的武痴，虽然平日里我不怎么看好他，可他毕竟叫我一声义父，叫我一声爹。既然你们敢伤他，那你们也都别。沈平安，你放肆想让我们不活，你可得有这样的本事。沈先生，此人皆已是武尊实力，恐怕……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吗？这般眼神，与他那日去救江小姐时一模一样。他恐怕并未说谎，他真有如此实力。可若真是如此，他岂不是战略级武圣？萧秋意，平日里你叫我一声义父，叫我一声爹，我也不白白占你便宜。今日你看好了，我教你第4训，面对敌人，斩草该除根。上！这怎么可能？现在你觉得我有没有那种本事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道门魁首之一，门徒无数。你要杀了我，你后果啊！我杀了你，又能怎么样？请把孟晚清带过来，要快！是。他死了，现在该你。沈平安，我道门弟子千万，哼，抗议就杀，你杀得过吗？千万是不假，可有几人心中有道？青云宗虽然是这世上第1大宗，可宗内弟子大部分都是心生歹念之人，心中根本不大，有的只是想利用修行提高自己的实力，获得更多利益的欲望。平安，你放肆！该死！若真大开杀戒，青云宗在我手上断了根基，我还有何颜面见青云宗的师祖？放肆！你青云宗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吧？不敢让我回事，对吧？轻易虐杀武尊，他必是武圣。我华夏这是又出了一个战略级的存在吗？现在我给你青云宗2条路，要么封山闭宗，遣散上下，要么我便屠了你这卑劣之地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沈平安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今日你若不乖乖的跪下求饶，就别怪我杀了他。你脑子进水了？你杀不杀他关我屁事？不，你，哈！上一次我一怒为红颜，那是因为她是我老婆，我又不是圣母。你随便拉个女人就想威胁我？再说了，你还让我为了一个跟我不熟悉的女人给你跪下道歉，你当我蠢？你，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非要如此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呀！沈先生，他服用了禁药，实力会暴涨，恐怕暴涨？涨到什么程度？我不确定，但必是武圣。武圣又如何？谁不是呢？风急还就他一个嗑药之人。是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别动！
老东西，你别太不要脸啊！要脸？我若现在还要脸，那我青云宗的万世基业都将不复存在。你觉着我现在还有得选吗？啊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哈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现在已是武圣，你便是比我强，也无法彻底压制我。你我一战，哪怕只是余波，也足以将这丫头彻底诛杀。沈平安，我懒得看你现在下跪道歉什么的，我不喜欢虚的。我要你现在自废武功，只要你对我青云宗没了威胁，我自然会放过你的女人。不要！别动！以你的人品，我怎么信你啊？你还有得选吗？沈平安，你可别忘了，这里是我青云宗的地盘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若我护宗开启大阵，我还能安然脱身，而且我还能100%的杀了你身边的所有人。沈平安，你快点！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1分钟时间之后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沈平安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也会有今天。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妹，老东西，你再不出来，你的徒弟就没了。什么？臭小子，你看，果然还是需要为师帮忙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多年没见，青云宗不曾想已经落魄到了如此地步。是你，沈花元，那沈平安是你的弟子。是，所以你现在还想打吗？哈哈哈！沈花元，你可别忘了，这里是青云宗，有我青云宗大阵，即便是你，也未必是老子的对手。青云宗的大阵？青云宗什么时候有大阵？什么？我青云宗大阵没了！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武圣境的东西毁了，自然就是没了，不是吗？哦，对了，刚刚我顺便收了2个你青云宗养的妖兽。你孙长老，青云宗行恶多年，皆是你之罪过。今日过后，世上再无青云。我走。派你们总局的人过来，把这些滥用武道之人都带走，顺便通知下去，即日起青云宗封山闭宗。是。小子，你跟我。倒是没想到啊，你这个老东西，竟然拿着这些年贪我的钱去做了慈善。好一个世界第一慈善家，好一个捐款破1000亿的匿名慈善家呀！所以，我那10亿你也拿去捐了？那没有，行善归行善，我自己日子就不过了。我前2天看上一处4合院，正好隔壁村的如花妹子喜欢种菜，我就拿你的钱买下来了。对了，如花妹子已经答应嫁给我，回头你准备一下礼金，20个亿就行。沈化元，你个老逼的啊！